一场所谓乌克兰和平峰会于16号在瑞士结束，但和平依旧遥遥无期。据悉，主办国瑞士发出了约160份邀请函，92个国家和地区出席。不过，对于峰会提出的联合公报，有14个国家拒绝签署，包括巴西、印度、南非、沙特、梵蒂冈等有影响力的国家。当地时间15号和16号，乌克兰和平峰会在瑞士卢塞恩湖湖畔的波尔根施托克酒店会场举办。参加峰会的92个国家和地区，约80个国家共同签署了联合声明，而有14个国家没有签署最终的联合公报，包括巴西、印度、南非、阿联酋、沙特阿拉伯金砖国家以及亚美尼亚、巴林、梵蒂冈、印度尼西亚、利比亚、墨西哥、伊拉克、约旦和泰国都没有签署。乌克兰和平峰会联合声明的内容包括：乌克兰的核电站必须在乌完全主权控制下，按照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原则和监督，安全可靠地运行；不得对港口和航线上的商船的袭击；必须全面交换并释放所有战俘等。因为前4次和平会议呢，乌方呢这样的一些努力呢，没有达成它的一个预期的目标，受到了很大的挫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方面为了吸引更多的这个国家参与这个和平峰会，特别是这个全球南方国家，所以它10点里面它选出了这3条，拿出来这个供大家讨论。深圳卫视注意到，作为全球最重要的政府间组织，联合国缺席本次会议。另一方面，作为乌克兰背后的最大支持者，美国对于这次瑞士和平峰会也显得三心二意。一直高调支持乌克兰的美国总统拜登也缺席，即使他刚刚参加完意大利7国集团峰会。尽管美国辩称，在诺曼底登陆80周年纪念活动与7国集团峰会期间，拜登与泽连斯基有过2次实质性会晤，但是拜登跳过瑞士峰会，被视为将大选的优先级置于乌克兰危机之上。泽连斯基也对此感到失望，抱怨拜登缺席峰会，如同起立给普京鼓掌。带拜登参会的哈里斯似乎也只是礼节性的到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报道称，哈里斯已经启程返美，没有参加峰会原计划16号安排的活动，只在瑞士待了几个小时。巴西、梵蒂冈等都不是正式与会方，而是以观察员身份出席。尽管说是高级别会议，但其中35个国家其实都只派出了第2、第3级的政府代表。一些全球南方国家也仅派低级别代表出席，另有包括土耳其、肯尼亚在内的国家认为，要取得有意义的进展，必须有俄方参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亲王称，和平谈判不仅需要俄罗斯参与，而且必然会有困难的妥协。还有一些国家认为，泽连斯基开会的目的是为求军事援助。美国副总统哈里斯在会议上宣布向乌克兰提供15亿美元的新援助，而远在底特律的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上周末向支持者发表演讲时表示，泽连斯基的索款没完没了，倘若自己返回白宫，将停止对乌克兰动辄数十亿美元的无休止的打款，终结俄乌冲突。I think Zelensky is maybe the greatest salesman of any politician that's ever lived. Every time he comes to our country, he walks away with $60 billion. It's the U.S. that keeps pushing them to fight to the last Ukrainian. As that, it's the U.S. No, take our arms. Keep fighting, keep fighting, keep dying. 塞尔维亚议员亚历山大·帕维奇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美方使用舆论武器不断抹黑俄罗斯和破坏俄乌和谈进程，其目的就是通过乌克兰来牵制和削弱俄罗斯。The actors are still the same actors who have not been interested in any sort of negotiation, who are obviously using Ukraine as an instrument to weaken Russia, to even carry out regime change. They're still dreaming of that in Moscow. So that's, unfortunately, that's the situation realistically. 中午短评热点直说。那么，瑞士乌克兰和平峰会结束，参会却拒绝签署公报的国家可以分为几类。首先就是金砖国家，包括巴西、印度、南非、阿联酋和沙特5国，显示了金砖内部对俄乌冲突的中立立场。其次呢是印尼和墨西哥这2个地区大国和 G20 成员，代表了东南亚和拉美的主流中立态度。那么第3是阿拉伯国家阵营，除了同时具有金砖成员国身份的阿联酋、沙特，还有巴林、伊拉克、利比亚和约旦拒绝签字。
这很大程度有对西方在巴以冲突当中的双标态度表示不满的因素。最后一个比较引人瞩目的国家是梵蒂冈。不过，考虑到泽连斯基曾经多次表示拒绝教皇的调解，称无实质意义，那梵蒂冈的态度也不难理解了。总体来看呢，最终签署公报的国家主要还是美国的势力范围，而广大南方国家许多没有参与签字，甚至直接都没有去。当地时间16号上午，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国务院总理李强到阿德莱德动物园考察中澳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工作。今年，旅澳大熊猫往往和福妮将按照双方协议返回中国。李强表示，中方愿同澳方延续大熊猫保护合作研究，未来澳大利亚将迎来一对更年轻的大熊猫。外媒普遍认为，这是中澳关系持续回暖的重要风向标。16号上午，李强前往阿德莱德动物园。该动物园是澳大利亚唯一拥有大熊猫的动物园。南澳洲州督孙方安、州长马斯诺、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贸易部长法瑞尔陪同考察。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路透社等媒体注意到，就在中澳高级官员来访期间，大熊猫们完全不怯场，当着一众媒体记者以及官员们的面大吃大喝，有时还背过身玩起纸箱子。实际上，往往和福妮不仅是澳大利亚唯一的一对大熊猫，也是南半球的唯一一对。它们于2009年11月落户澳大利亚。往往和福妮抵达后的第1年，阿德莱德动物园游客数量增加了15万人。15年来，这对大熊猫都是当地最重要的明星。动物园方面还邀请澳大利亚著名建筑师事务所重新建造了富有亚洲风情的大熊猫馆竹林院，成为到访阿德莱德市必打卡的网红地标。往往和福妮年纪已经将近20岁，换算成人类寿命已经是高龄。他们将在今年11月回中国养老。当地民众也十分不舍这对陪伴了他们15年的中国伙伴。当天，李强在阿德莱德动物园做出令当地民众振奋的决定：中方会尽快的、尽早的，另外提供一对同样漂亮、活泼、可爱的，年轻一点的熊猫给阿德莱德公园。我们继续开展中澳的大熊猫的合作。消息一宣布，现场立刻响起欢呼声，当地官员以及动物园管理人员纷纷用中文表示感谢。It's good for the economy, it's good for South Australian jobs, it's good for tourism, and it is a symbol of goodwill, and we thank you. 值得一提的是，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也是阿德莱德人。他表示，这一消息会让他的孩子们非常兴奋。澳大利亚南澳洲州长马斯诺也认为，中方此举具有里程碑意义。This is very exciting. It is significant for the Adelaide Zoo. The pandas are a draw card, not just for South Australians, but for people around the country. 阿德莱德动物园成立于1883年，是澳大利亚第2历史悠久的动物园。这里与大熊猫结缘，还得感谢时任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亚历山大·唐纳。唐纳的祖父曾是阿德莱德动物园的负责人，他祖父的最大愿望就是让该动物园拥有一对大熊猫。中澳在2007年签署大熊猫合作研究协议后，唐纳多次向中方极力推荐阿德莱德动物园。阿德莱德动物园也在此期间极力打造适合大熊猫居住的环境。南澳大利亚的气候与中国四川截然不同，阿德莱德专门建造了具有中式风格的熊猫馆，其中包括能满足熊猫饮食需求的竹林，可以控制温度和湿度的室内空间，还提供冰石头让它们在夏季躺着降温。此外，由于澳大利亚不允许竹子进口，阿德莱德动物园专门打造了15公顷的竹子种植园，聘请专业人士种植了大约18种不同品类的竹子，供往往和福妮享用。动物园即将迎来新的大熊猫，也让当地倍感振奋。澳媒表示，阿德莱德动物园已着手准备与中方沟通相关事宜。Over the coming months, we will have conversations with our counterparts in China to understand what that process looks like in terms of being able to find out what are the new pandas that will come to Adelaide. 除了政治和经济之外人文交流可以说是两国关系一个晴雨表的重要体现。
大熊猫的交流其实呢就是典型的人文交流，可以说中澳关系回暖呢，随着大熊猫交流的提出，其实呢我们可以讲中澳关系已经回暖到了第3个层次。法新社指，在结束了阿德莱德动物园考察行程后，李强和黄英贤在马吉尔庄园葡萄园共进午餐。这里是著名的葡萄酒品牌奔富的酒庄所在地，这家酒庄是中国市场最知名的国际葡萄酒品牌之一。在中方2021年对澳葡萄酒双反启动前，中国市场一度贡献了奔富母公司富益集团30%的盈利。令澳大利亚葡萄酒业相当振奋的是，今年3月底，中国终止了对他们产品的反倾销税征收。据该国贸易部长法瑞尔透露，中国采取新措施后，澳大利亚葡萄酒商向中国出口了价值8600万澳元的葡萄酒。不过，目前中国对澳大利亚龙虾的禁令还未解除。澳大利亚媒体以及业者期待，随着中澳关系逐渐向好，澳龙也将有望重回中国市场。按照澳方公布的行程安排，李强将于16号晚抵达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并于17号与澳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第9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阿尔巴尼斯日前在该国最大报纸《澳大利亚人报》撰文，坦言两国有不同政治制度和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争论点是不可避免的，重要的是如何管控它们。阿尔巴尼斯指出，如今澳大利亚的农民、葡萄种植者、矿工和出口商因能够再次向中国出售棉花、铜、煤炭、原木、燕麦、甘草、大麦和葡萄酒而受益。中国无疑是澳最大的贸易伙伴，而澳大利亚的资源也在中国经济转型和增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